北约秘书长喊话之后，德国、英国勉强宣布新的德乌军援，欧洲换上泽连斯基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易评估。不久之前，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平台在线峰会上，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，将再次为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前德国军方表示过，他们的军备库存早已经见底，对乌克兰的援助也达到了上限。所以舒尔茨这次的承诺，究竟是安抚乌克兰打出的空头支票，还是打算想借其他办法挤出钱来继续提供援助，还有待观察。在德国宣布提供军援后不久，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宣布要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计划，但这次的援助仅仅只有5400万英镑，相比于之前投入的23亿英镑，可以说是微不足道，杯水车薪了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两国宣布此次援助之前，他们已经快有2个月没有给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了。此次援助还是在北约秘书长喊话之后才做出的响应，这似乎也证实了最近流传的一种说法：已经有部分国家对支援乌克兰感到疲劳，患上了泽连斯基疲劳症。俄乌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，截至目前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发动了第7轮，欧洲也因为俄罗斯的反制而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。欧洲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，这就足以让西方各国头疼的了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泽连斯基除了一直喊大反攻的口号，向其他国家伸手要援助之外，在战场上却没有取得任何亮眼的成功，这就让原本大力支持乌克兰的欧洲人在心态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有一点我们要明确，那就是欧洲跟美国虽然都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下去，但在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。对于欧洲来说，更多的是对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感到警惕，认为俄罗斯会对他们的安全造成威胁，不但打压俄罗斯只是他们保护自己安全的手段，而对于美国来说，一是需要在外竖一个靶子，转移内部矛盾，而是因为俄罗斯跟中国一样，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，可能会对它的霸权造成威胁。打压俄罗斯能够更好地维护美国霸权。虽然在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，欧美的分歧并不明显，看起来都是要削弱俄罗斯，一起支援乌克兰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时间一长啊，双方分歧就暴露出来了。支援乌克兰确实是把俄罗斯拖在了战场上，对俄罗斯起到了一定的削弱作用。然而，欧洲要保护自己的这个目标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达成，甚至因为军备都送到了乌克兰，连本来能保护自己的力量都快要没有了。这样的支援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现在欧洲面临的就是一个两难局面，继续支援的话，乌克兰也不可能把俄罗斯打通，只能僵持下去；放弃支援的话，又怕俄罗斯轻松获胜，威胁到他们的安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欧洲怎么做都不对，难怪犯上了泽连斯基疲劳症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谢谢关注。